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乔。今天咱们要说的是一起充满了反转、反转再反转、戏剧性极强的刑事案件。就连当时办这个案子的刑警都说做刑警一辈子都很难碰上一起这么复杂的案子。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呢？咱慢慢来说。这个事要从2010年说起。这一年7月13号，在山东省商河县孙集乡有一块废弃的农田。因为这块农田呢地处偏僻，很少有人来这儿。不过在7月13号这一天，有一个村民在经过这一块农田的时候，在农田当中有一口很隐蔽的机井，在这口机井里面，这位村民发现了一具尸体。这具尸体头朝下被人塞进了井里，浑身被泥土掩埋，只剩下一只脚还露在外面。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很难发现这是一只人脚。这个村民当时在路过的时候呢，也是观察了半天，才发现这竟然是一只脚丫子，吓得赶紧去报警。那警方接到报案，赶到现场之后，也被这个情况给震惊了。因为这整口机井呢，几乎已经被土给填满了，只有这个井口上依稀可以看见有一只已经发白的人脚。因为这个井里面都是土，而且已经非常坚固了，所以警方只能够叫了一辆挖掘机过来，把这口井呢整个给挖开，好把这尸体取出来。这井全部挖开之后，又让警方吃了一惊。这口井呢实在是太小了，它的直径就比那个篮球大那么一点儿，也就是30来公分。这么窄的一口井，倒插着一具已经高度腐败的全裸的男性尸体。当时警方也是费了9牛2虎之力，才把这个尸体从这井里面给拔了出来。但是因为这个尸体实在是高度腐败，已经看不清到底是长什么样子了，只能够从这个身形大概看出来，这个死者应该是30-40岁左右，身高1.83米，比较魁梧，体重呢应该在90公斤左右。那之后警方马上封锁现场，开始在这个机井周围寻找可能存在的线索。但是很可惜，找了一圈实在是没有什么收获，反倒是最后呢，在这个机井底下发现了一样东西。在这个尸体被拔出来之后呢，在这个机井的最下面找了这么一柄有7-8成新的一把斧子，而这把斧子呢，也是这起案子目前唯一的线索。说这尸体后来弄走，很快这个尸检结果呢就出来了。说这个死者他的致命伤是在后脑粉碎性骨折，这很明显是遭到了钝器的重击。那么这个钝器，这个凶器会不会是那个斧子呢？这个不好说。那个斧子上面没有发现血迹，也没有发现指纹，当然有可能是被这个凶手给抹掉了，这也说不准。另外，这个死者的死亡时间根据尸检估计的是在3个月到1年之内。因为腐败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猜测是在3个月到1年之内。那么也就是说呢，大概是在09年7月到10年4月之间。那么综合这些线索，警方也就大概的还做了一个初步推测。首先来讲，这个受害者他是一个30到40岁的一个壮年男性，而且身强力壮，所以说推测凶手呢，应该也是具有一定的行动能力的一个青壮年，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很顺利的把受害者干掉，然后呢还给倒插的这个机井里面，如果说很瘦小是干不了的。其次呢，这个机井的位置，前面咱提到了，它比较隐蔽，而且呢这又是一片荒地，没人要了。那么这口井就连当地的村民来说都很少有人知道。那么由此也可以说明，凶手他应该是非常熟悉周边的情况，有很大的概率是本地人，也有可能是经常来这里的外地人。不过相比之下，本地人的概率要大一些。再一个，死者呢是全裸之后被抛尸的，那么凶手把他的衣服脱掉，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凶手不希望人们从衣服来辨认出死者的身份。那么也就说明凶手和死者之间应该是有一些关系的，而且有可能关系比较紧密，容易通过死者来推测出凶手的身份。那么这样来看的话，目前首要的任务也就比较明确了，那就是寻找尸源。那这类案子如果按照传统办案方式的话，首先要做的那就是寻找尸源。
确定了尸体的身份，打开第一步之后，往后能做的就很多了。所以说，结合目前这几个线索来看，警方决定呢兵分两路。首先，第一路那就是排查这个孙集乡以及周边的村镇，在案发的时间段之内的所有失踪人口，看看有没有跟这个死者相符合的。然后第二路查那把斧子能不能通过斧子找到斧子的卖家，通过卖家再寻找买家，这个买家有可能就是凶手。咱们先说这把斧子，这把斧子它不是一把普通的斧子，在这个斧头和这个斧柄的交界的地方安的有一个加固的铁片。那这样的斧子它比一般的斧子肯定要贵一些，一般来讲也不是家用的，要砍一些比较大的比较硬的会用到这样的。同时呢，这个斧子刚也说了比较新，7、8成新，那么这也就说明凶手买这把斧子他的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杀人，为了杀人而买的斧子。所以说警方就直接到这个孙集乡的各个五金店，包括周边的乡的五金店挨个查，但是发现卖这个斧子的很少。那找来找去，发现有一家他是卖这样的斧子。那这个店老板就说了，说这样的斧子一般用不着，不好卖。当时一共就进了13把，卖到现在这才卖完。可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让他想卖给谁了，他记不清了。不过呢，他还记得这批货是在09年年底进的。那么得到这个消息，警方这是眼前一亮，这说明案发的时间他肯定是在09年年底之后。那这样的话，就把刚刚推测出的那个死者的死亡日期压缩了整整5个月，从09年7月到10年4月，压缩到了09年年底到10年4月。虽然说这一路没有通过这个线索找到凶手，但是缩小了这个调查的时间范围也是个好事。那紧接着呢，有一个村民表示说，在2010年1月28号那一天，他曾经路过那片废弃的农田的时候，看到过在那个田地里面有一些暗红色的血迹。当时他没多想，他以为可能是动物留下的。那现在看的话，这个血迹没准那就是那个死者。所以说，根据这个信息，警方进一步的推测，这个案发的时间呢，应该是在2010年1月左右。这个时间范围进一步缩小。不过呢，再看另一路调查，这个失踪人口这一路警方就不太顺利了。他们发现在这个时间段之内，孙集乡的失踪人口总共有17个，但是这17个人的 DNA 跟死者都不相符，那就说明死者不在这17个人里面。包括后来他们还有进一步扩大范围，检查了全国的所有失踪人口那个数据库，里面的 DNA 发现也没有相符。那么这个情况这就比较尴尬了。虽然说把这个时间缩小到了1-2个月之内，但是进一步调查的话，那现在没有线索怎么查呢？这就很难了。所以说在之后的几天当中，警方这边一直都是在想方设法的寻找尸源，但是呢一直没有进展。就这样又煎熬了几天，还是没有线索。那这个时候呢，这么长时间的煎熬就让警方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像这种先找尸源再破案这样的一个传统思路，可能在这个案子里面是走不通了。这个尸源目前来看好像是找不到。那么除了这种思路，还有没有别的思路可以用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名民警突发奇想，他就想能不能通过这个逆向思维的方式来研究一下这个案子呢？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根据前面咱们的分析说，这个凶手他比较熟悉本地的情况，有可能是本地人。你想，一个人他在杀人之后，首先要做的应该是什么呢？估计就是逃跑。那么凶手在作案之后逃跑了，那么如果他逃跑了，对于他身边的其他人来说，这个凶手就是失踪了。所以说，警方忽然就想到，这失踪的人不一定是被害人，还有可能是畏罪潜逃的凶手。这个想法一被提出，大伙是豁然开朗，可以说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乎，警方就横向对比，在案发时间段内，也就是2010年年初，孙集乡本地的所有失踪人口，也就是说呢，前面提到的
那17个失踪人里面，看看在这17个人当中有没有比较可疑的。如果有，那就直接研究了。筛查一番之后呢，果然还真就有一个人非常非常的可疑。这个人的名字叫王熙元，他是30多岁，目前婚姻状况是离异，没媳妇儿，一个人过。他在当地呢是开养鸡场的，并且他在外面欠下了巨额的外债。这个人他是在2010年年初失踪的，大概是1月份、2月份左右。但是这个人虽然说可疑，但是他的身上也有一个地方非常不合理，就是这个人身高只有1.6米，而且非常的瘦小。这个情况和推测的凶手的情况有点出入，因为前面咱们推测的说这个凶手应该是一个年轻力壮的，但是王熙元呢，他只有1.65米，而且非常的瘦小，这个样子不太像是凶手。不过这个人他可疑的地方在哪？什么地方可疑？他在失踪半年之前刚买了一辆崭新的小轿车，但是呢没开多长时间，就几乎把这个全新的车放在修理厂做了一个整车喷漆。那后来他失踪了，那这辆车一直在这个修理厂放着，也没人拿。所以说警方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去找到了那个车，这是一辆红色的桑塔纳。警方就对这个车展开了细致的检查，最终在这个车子后备箱的角落里面发现了一片很小很小的小树叶，一片枯叶。在这个树叶上呢，有一点特别小的芝麻大的一个暗红色的物质，这个东西会不会是血迹呢？很像，不过考虑到这个车它喷的是红色喷漆，所以说也不能排除这可能是油漆喷在上面的。但是警方啊，用这个油漆做了一个实验，对比了一下，发现这个油漆如果滴上之后，它变干以后会变得非常硬，但是叶子上面这个暗红色的物质很柔软，一揉它软了。所以说这个东西看起来估计不是油漆，有可能是血迹。确定这一点之后，赶紧拿走给法医做检查。但是呢，给法医检查这也有点强人所难了，因为这个血迹实在太小了，芝麻粒那么大，前前后后做了4次尝试，终于在这上面提取出了完整的人体的 DNA。 在这个 DNA 拿过去的尸体一对比，果然就是同一个人。那么到这起案子也终于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因为车上发现了死者的血迹，所以说王熙元的嫌疑陡然上升。虽然说他这个体型不太像是凶手，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就算他不是凶手，那么至少他也是帮忙运送尸体的帮凶，他和这起案子必然是有联系。所以说至此毫无疑问，警方采用的这个逆向思维的方式是成功的。那么既然现在找到了和这个起案子有联系的王熙元，他也是目前对这起案子当中唯一身份明朗，那么下一步就是通过他来进一步的确定死者的身份。前面我们分析了，既然说凶手他不想让死者的身份被人们发现，那么也就说明凶手和死者之间必然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肯定不一般，很有可能是存在矛盾。但是这个王熙元本人他已经失踪半年多了，根本就找不到。于是乎呢，警方只能够从其他方面入手，去调查他的这个手机通讯记录。调查一番之后发现，这个王熙元在案发时间段内，就是在2010年年初的时候，跟2个天津人联系非常密切，2个天津号码。那么深入调查之后发现，这2个天津人其中一个人的手机在2010年1月24号停机了。那么这个停机的人他会不会是被害人？经过警方新一轮的调查走访以及这个家属的 DNA 验证，这个死者的身份终于确定，还真就是那个手机停机的天津人。这个人叫韩立本。根据韩立本家人的反映说，韩立本在2010年1月份跟他的一个老乡叫韩宝山，俩人一起外出打工，后来没多久失联了。那么这个韩宝山是谁呢？还记得刚刚咱们说王熙元和2个天津人联系密切，一个是韩立本，另一个就是韩宝山。那当时在1月24号韩立本的手机停机之后，他就跟家里人失联了。那么这个韩立本的妻子当时就问过韩宝山，
她问知不知道丈夫去哪儿了。那韩宝山当时回答说，在2月份的时候还见过韩立本，应该是自己出去打工了。这番话咱乍一听好像是没什么毛病，但是问题在于前面咱分析过了，韩立本根据咱们的推测，他是在1月份就已经死了。那韩宝山怎么可能在2月份见到他呢？所以说答案很明显，这个韩宝山他在说谎。那么也就是说，韩宝山极有可能就是杀害韩立本的凶手。警方把这个证据拿到韩宝山面前，面对证据，韩宝山也终于交代事情的真相是这样：2009年7月份，天津人韩立本和韩宝山被山东人王锡元以10万元的价格雇佣到了商河县去暗杀一个叫张本岭的男子。这是另一个关键人物，叫张本岭。但是没想到这个张本岭命特别大，命格特别硬。命硬不敢说，命根子肯定硬。这2个姓韩的用了各种办法制造车祸，在车上装炸弹啊等等，各种办法都没把这个张本岭给弄死。另一边呢，王锡元一直着急，就一直往上加钱，让他们赶紧动手把这个张本岭弄死。那时间到了2010年1月份的时候，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这个杀人的费用已经增加到了14万，但是这俩姓韩的还没有成功。那这个时候，王锡元就突然找到韩宝山，就跟他说，这样你去把你那个老乡把那个韩立本给弄死，然后这14万呢我全都给你，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我就找韩立本一块把你弄死。于是乎呢，这个韩宝山就找了一个机会，用斧子突然袭击，砸碎了韩立本的后脑壳，把他打死了。然后这个王锡元就开着自己的新买的小车，把韩立本的尸体放到后备箱，跟韩宝山一起运到了废弃农田的基井里面，把尸体放到井里抛尸埋尸。那在之后呢，因为尸体在王锡元的车上留下血迹了，所以说王锡元又特地开到汽修厂，给这个车呢做了一个整车喷漆，掩盖血迹。那么以上这就是这起案子的全部的经过。不过呢，大伙听完可能有一个小疑问，就是这个王锡元为什么要让韩宝山杀死韩立本的？这个其实不难理解。警方认为说，他这么做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把韩宝山跟自己绑在一起，防止这个买凶杀人的事情被暴露，所以说他让韩宝山跟自己一起把这个韩立本给弄死。两人手上都沾了血了，那这个事儿呢，应该也就闷住了，就安全了。所以说这个案子到这儿呢，应该算是水落石出了。前前后后警方忙了16天，这尸体的身份现在查清了，凶手也知道了，就差一个王锡元，现在还没有捉拿归案，应该是杀人之后潜逃。只要说把这个王锡元再抓住，那这个案子呢就完满结束了。警方这边呢一看也是很兴奋，就差这最后一哆嗦了。这一哆嗦弄完，可以做末庆功呀。不过我们需要说的是，这个案子其实到这儿还远远没有结束，它并没有那么容易。本来以为这案子查了16天，应该是差不多该结束了，结果没想到后来这起案子推迟了整整2年才正式结束。怎么回事？因为在这2年当中，经过无数次的排查和暗访，期间还经历了全国清网行动。这一番下来，本地的几百名在逃通缉犯有97%全部落网，但是唯独就是没有找到这个失踪的王锡元。这个情况它是非常不符合常理，因为一个人他潜逃在外，他肯定需要开销，可是王锡元的银行账号、手机号、汽车、身份证等等这些东西，在他失踪之后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另外，全国各地的所有的他的亲戚朋友也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不吃不喝的躲2年？难道说跑到山里去了，跑到国外了？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那这个时候，警方只能不断的回顾之前的线索，看看有没有可以研究开发的地方。直到有一天，警方发现了一个之前从来都没注意到的细节。王锡元当年在失踪之后，曾经给所有的熟人、亲戚朋友发了一条群发的短信，短信内容就是这么说的，他说：兄弟，我出去躲债了，过几年再回来，不用担心我。短短的一句话，
那么这条短信起初警方以为这只是王熙元潜逃的借口，但是现在2年之后再回来看，警方突然就发现在这个短信当中有一个非常不合理的地方。说这个短信内容首先来讲看上去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很符合畏罪潜逃的场景，所以说在这2年当中警方并没有对这个短信特别的在意。但是直到有一天警方重新检查这个线索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有一个地方特别不合理。这个地方在哪？那就是称谓。说这个短信里面的称呼称谓能有什么问题呢？有一个细节，在这个案发的地方呢，毕竟是在农村，在这个当地的农村啊，论资排辈非常的有讲究。但是他群发的这个对象呢，大多数都是他的亲戚和朋友。亲戚有很多，叔叔爷爷辈的，但这个叔叔爷爷辈的话，用这个短信开头用兄弟来称呼，这是很没有礼貌的。一个是啊，即便说是群发，这也不太能说得通。于是呢，结合这个各方面的情况，警方就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说这个短信应该不是王熙元自己发的，王熙元应该不是失踪了，他极有可能也是遇害，而这个短信是凶手发的，凶手不清楚，所以说用的都是兄弟。那这一下子这个情况更加扑朔迷离，谁会杀害王熙元？警方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跟王熙元合伙杀掉韩立本的韩宝山，因为他和王熙元之间只是一个单纯的金钱雇佣的关系，没有什么人际交际。那么韩宝山和王熙元一起合伙杀掉韩立本之后，如果韩宝山为了防止事情暴露再去杀掉王熙元，这也是有可能的。于是警方开始着手调查韩宝山，但是很快就发现这个韩宝山呢，当时没有作案时间，不是他干的。可是除了韩宝山还能有谁？谁和王熙元有仇呢？就在这个时候，警方又想到了一个人，大伙儿应该也记得，王熙元起初雇佣韩立本和韩宝山，为的是要杀掉那个张本领。当年这起案子呢，在真相大白之后，警方找张本领去了解情况。当时的张本领是有意无意的，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就这2个白痴还想弄死我，要是让我干的话，我肯定把他烧了。他说的这句话当时没人注意，但是那个做笔录的民警，他做笔录，他记住了。这2年之后再回想，他感觉这句话呢，这个烧死一个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很猛烈的大火。但是如果是大火的话，它往往就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人呢很难被烧成灰烬。那么烧完之后处理剩下的这个尸体残渣，这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轻易的把一个人给烧掉，不会被人发现？似乎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火葬场。那再一查，这个张本领他就是做丧葬服务的，而且他干了10年了，很熟。而他的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把附近村子的死人拉到火葬场给火化。那到这个时候，警方就开了一个非常大的脑洞，认为有可能是张本领杀死了王熙元，而且把他拉到火葬场给烧成灰了。所以说王熙元现在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个脑洞开得确实非常大，但是没过多久，这脑洞就被填上。因为在我国火化一个人，这是有非常严格的审查程序，非正常死亡的需要警方出具死亡证明、因病等等，自然死亡的也需要村委会来出具火化证明。那么一个普通的丧葬服务工作人员，他是不太可能随随便便的就去火化尸体的，这个不可能。但是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张本领他确实又是唯一的嫌疑对象。如果说他跟这案子没关系，那为什么要说那么一番话？纯粹是为了发泄吗？那么又为什么跟他的工作这么巧合呢？太奇怪。如果说王熙元他是真的死了，那么王熙元的死亡时间应该就在他失踪之后不久。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在这儿咱们还要称赞一下警方事无巨细的态度。警方当时专门走访了解了一下王熙元他失踪当天的情况。有一个村民回忆说，具体哪一天失踪的几号他记不清了，但是呢光记得在王熙元失踪那一天，当时的天气是大雾，并且下着小雪。
警方一听，马上找的气象局就调取当年这个气象记录，发现在2010年年初只有3月9号下过雪，并且那天也有大雾。那么这就推测出王熙元的失踪日期是在2010年3月9号。那么如果说他是真的死了，那么他的死亡日期也就是在3月9号或者之后。那得出了王熙元的死亡日期之后，接下来警方又找到了商河县当地和邻县的火葬场，调取了当年3月9号之后的10天，当中有张本岭拉过来的火化的死者名单。根据记录，在这10天当中，有张本岭拉过来的被火化的总共有5个人，但是这5个人查来查去都有完整的火化手续。那这样的话更奇怪，难道说这个跟张本岭真的没有关系？不对，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巧合。警方认为这其中肯定有蹊跷，于是当时警方决定扩大这个范围，调取了张本岭近几年以来火化的所有的死者名单。把这个范围扩大之后，扩大到了几年挨个查，最后终于发现问题。在2008年12月的火化名单里面，有一个姓丁的老人被火化，但是奇怪的是，在2010年3月9号，也有一个姓丁的同名同姓的老人被火化，而且不只是名字，其他的死因、籍贯，所有信息全部一致。而拉着尸体去火化的人就是张本岭。一个人不可能死2次，更不可能被火化2次。而这个姓丁的老人的家属表示，老人是在08年12月份因病去世的，在08年就火化。那么如此看来，10年3月9号被火化的极有可能就是失踪2年的王熙元。那么至此，这起案子的真相可以说是呼之欲出。警方这边进一步走访调查，最终发现当年王熙元雇人来杀张本岭的原因，其实是因为王熙元和张本岭的妻子发生了婚外情，当时2人合谋想要除掉张本岭，然后正大光明的在一起，所以说王熙元才雇佣了韩立本和韩宝山。在审查当中，张本岭的妻子也表示，2010年3月有一天下雪，家里很冷，他回家之后呢，本来想坐沙发上取暖，但是呢，发现这个沙发上那个坐垫不见了。他就问张本岭，张本岭呢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于是警方就去了检查他们家的沙发，果然在一个角落里面发现了几滴喷溅式的血迹。检验之后，这个血迹属于王熙元，所以说现在是证据确凿。张本岭面对证据，也终于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当年在得知自己的媳妇儿出轨了之后，他很生气，就把王熙元骗到了自己的家里，然后在家里的沙发上活活砍死了。王熙元之后利用多余的空白的火化证明，填上了一个2年前就已经死亡的姓丁的老人的信息，之后把尸体送到火葬场，神不知鬼不觉的就给火化。然后他用王熙元的手机给他的亲戚朋友群发了一个短信，营造了一个王熙元出去赌债的假象。当时在得知韩宝山被捕之后，他本来以为这起案子就此了结了，可没想到警方明察秋毫，最终还是把自己给活活的揪出来。那么导致这个反转再反转的奇葩的案子也终于该画上句号。张本岭的结局不必多说，自然是死路一条。他的媳妇也是因为合伙王熙元雇凶杀人被判了11年。这起案子总而言之一句话，没事别招惹别人，别做违心事，别低估警方，别高估自己，老老实实本本分分比什么都强。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我是小乔，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如果你喜欢这期类型，欢迎在节目下方探讨和留言。我们下期见，拜拜。